台湾人有一句话说，吃东西就是要丢席才会吃到又好吃又便宜又营养的蔬菜和水果。现在呢，这个时候就是南瓜盛产的时候。今天我就要用南瓜做2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辣妈。现在就赶快来用南瓜做这2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颗南瓜，南瓜的种类很多，有木瓜型的，有圆形的，有车轮形的，还有虾南瓜，像这颗就是车轮形的。我买的这品种是木瓜型的，适合用来做南瓜米粉或是南瓜饭。如果要做南瓜盅，就要挑选圆形的南瓜。我平常买南瓜没有特别看它的形状，就是看现场有什么就买什么。我买的这颗是在菜市场买的，一斤是台币9元，实在是很便宜。所以台湾老一辈的人说要丢席就是这样，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吃的南瓜。把南瓜削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南瓜的头去掉，把南瓜对半切，用汤匙把南瓜的种子去掉。把南瓜切成大块状，把南瓜切一半，把南瓜放入盘中，准备大约半碗的大豆酥肉末。用热水泡软，准备3片豆干，把豆干切条，把豆干切碎，把豆干放入盘中，准备1条杏鲍菇，把杏鲍菇切片。把杏鲍菇切条，换一个方向，把杏鲍菇切碎，把杏鲍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芹菜，把芹菜的叶子挑掉，把芹菜的根部切掉。这里切碎，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准备1/3克的红甜椒，把红甜椒切成条状，把红甜椒切碎，把红甜椒放入盘中，准备1个平底锅。这是日本至轻量高聚热平底不粘锅，倒入少许的白芝麻油，在大豆酥肉末我泡了3遍，每一遍大约泡15分钟左右，把水分挤干，把豆腥味去掉了。现在放入锅内，把大豆酥肉末炒香。我大约炒了3分钟左右，可以感觉到大豆酥肉末有点变干了。现在放入豆干，快速的翻炒，炒至豆干焦黄色了。现在放入杏鲍菇，快速的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。现在呛入酱油。酱油2汤匙从锅边呛入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玫瑰盐1/4茶匙，二砂糖半茶匙，花椒粉适量，素蚝油1汤匙，
把调味料炒匀，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2汤匙的过滤水，继续翻炒。这时候放入芹菜，继续快速的翻炒，水分被食材吸收了，可以再补一些。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后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了。把炒好的料放到南瓜上面，准备拿去蒸。外锅放入1杯水，把南瓜放入电锅蒸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现在来做第2道的南瓜料理，把南瓜的种子去掉，把南瓜切条状。把南瓜再切一半，把南瓜放入盘中，准备6颗红枣，把红枣切一半，把红枣放在南瓜上面，酥肉末蒸南瓜蒸好了，把它取出来。接着外锅放入1杯水，来蒸第2道南瓜料理。再把它摆回去。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准备1包的秋葵，把秋葵的蒂头切掉，把秋葵对半切，把秋葵放入盘中。准备1盒的玉米笋。把玉米笋对半切，把玉米笋放入盘中。这是珐琅材质的保鲜盒，它可以直火加热，可以蒸，可以烤。放入过滤水，开中火把水煮滚。水已经滚了，放入少许的橄榄油，1/4茶匙的玫瑰盐。把玉米笋放进来烫，我大约烫了1分钟左右，已经熟了。把玉米笋取出来，现在来烫秋葵，开中小火，把秋葵放进来烫。秋葵就看个人喜好，喜欢吃脆口的就烫的时间短一点。如果想吃软烂一点，就烫时间长一点。我大约烫了50秒左右，可以了。关火，把秋葵取出来沥干水分。南瓜红枣蒸熟了，把秋葵放在南瓜的中间。来滴上几滴的里仁亚麻仁油。很多朋友敲碗说想看简单的料理或是电锅料理，这次分享了这2道蒸南瓜，虽然简单，可是很好吃哦。蒸的过程把酥肉末的味道都渗透到下面的南瓜了，变得好下饭哦。另外1道淋上亚麻仁油的清香，还有南瓜的清甜，吃起来特别清爽。欢迎免费订阅我的做菜组频道以及我的日常生活副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